近呢幾年，唔同嘅相機品牌都推出好多好先進、效能好好嘅相機，對焦速度、連拍速度有幾快，每秒可以影到幾多張相，像素又有幾高，呢啲都係大家對而家新相機嘅各種標準。冇錯，呢幾年嘅相機呢真係要幾勁有幾勁。不過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我近呢幾年嚟主力用嘅一部相機，並唔係近年嘅新相機，亦都冇而家新相機咁多先進嘅功能。不過呢部相機令我學習同埋實踐攝影嘅知識，亦都揾翻純粹影相嘅樂趣。X100F 係一部2017年嘅相機，佢用緊第3代 X-Trans Sensor。隔離呢，你會見到一個觀景窗，同其他相機唔同，你見到佢唔會有一個掣俾你轉唔同嘅拍攝模式，而且呢部相機呢係冇得換鏡頭嘅，睇落就好似一部菲林機。當然第一眼望到呢部相機呢，都係俾佢咁靚仔嘅外觀吸引，因為呢部仿復古造型嘅相機真係好靚仔。之後我就喺 YouTube 見到唔同攝影人嘅介紹啦，然後就決定買咗呢部相機。呢部相機係二手機嚟嘅，我喺2019年買，嗰陣只係純粹貨旅行用。點知同呢部相機經歷咗差唔多2個禮拜嘅旅程，就慢慢愛上咗呢部相機。不如我從佢嘅外觀開始講起，佢嘅體積同埋舊嘅相機啦，又或者傻瓜機差唔多。好似一隻手板咁大嘅 size， 佢嘅重量只有500 gram 都唔夠，冇單反或者無反相機咁大嚿啦。不過你拎上手呢，會覺得佢有少少重量，好實淨，做工好好嘅。大家都見到相機上面有唔少傷痕，因為近呢幾年我真係經常帶呢部相機出街影相，我唔會好錫住部相機嚟用，可能跌過佢落地2-3次啦。仲有手動對焦同埋 EVF 都壞壞地。除此之外，操作上就冇其他咩大問題。另外，富士 X100 系列嘅外觀同埋啲掣咧都係差唔多一樣，好簡潔嘅。你一望就知道呢一個掣有啲咩功能。另外，相機上面咧就有2個轉盤，你可以分別調校快門速度、ISO 同埋曝光補償。而且有某啲掣咧，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設定，非常之方便。大家都應該見到呢部相機同其他相機有明顯唔同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個 Range Finder。其實佢係一個取景器嚟嘅，由 EVF 同埋 OVF 混合組成。當你用電子觀景器取景嗰陣，如果你想睇翻現實中嘅曝光情況，你可以撳一撳個掣換翻光學取景器，然後再控制你嘅曝光情況。呢個係好多無反相機都冇嘅功能，亦都係我好中意呢部相機嘅其中一個特點。喺操作上，呢部相機對於一啲攝影新手就可能唔係咁 user friendly， 因為佢冇以往我哋喺其他相機品牌嘅相機上面咧會有個轉盤，你扭一扭咧就有唔同嘅拍攝模式，例如係 P Mode， 相機會幫你自動 set 晒所有嘢，你只需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影到相。但其實呢部相機嘅操作亦都係非常之簡單直覺。如果你想要 A Mode 嘅話，你就將快門嘅轉盤轉到 A，ISO 都轉到 A。然後咧，你就自己控制翻光圈，咁呢個就係光圈先決模式。如果你想要 S Mode， 就同啱啱嘅 setting 相反，將光圈轉到 A， 你自己控制快門速度，呢個就係快門先決嘅模式。如果將所有轉盤都轉到 A， 呢一個咧就係 P Mode， 相機會自動 set 晒所有嘢，你只需要撳個掣咧就影到相啦。相反，你將所有 setting 都係自己控制，呢一個咧就係 M Mode， 手動控制。雖然呢一部機冇一個掣俾你切換拍攝模式，不過你透過光圈又或者快門嘅轉盤切換，你就可以轉成唔同嘅攝影模式。操作上係更加簡單同埋直接，亦都可以減少啲掣嘅數量，令到成部相機更加簡潔。雖然呢個操作可能有啲麻煩，不過對於想學攝影嘅人嚟講呢，其實係一部相當唔錯嘅相機。因為當你熟習咗呢部相機之後呢，你就可以隨意調校光圈同埋快門啦，唔需要喺 menu 入面 setting， 直接去轉呢個機身上面嘅轉盤就 OK 啦。你可以根據唔同嘅環境，又或者你自己想影乜嘢風格，去自由咁樣調校光圈、ISO、快門嘅組合。透過呢啲操作，能夠令你越嚟越熟習呢部相機之餘，
亦都令你了解所謂嘅曝光金三角，對於你喺攝影上嘅創作就會有一個好好嘅基礎。X100F 有一支23mm 2光圈嘅定焦鏡頭，躉效係35mm。呢個焦距係非常之適合街拍啦，又或者拍攝日常生活。同大家講下呢支鏡頭有啲咩需要改進嘅地方，就係全開光圈之後呢，會有啲鬆散啦，同埋模糊。如果我需要用大光圈拍攝嘅話，只可以開到2.8光圈，除此之外就冇乜其他問題。呢支2光圈23mm嘅定焦鏡頭可以做到咁短咁細支，而且佢嘅成像品質亦都相當唔錯。不過可能有人覺得一部固定鏡頭相機嘅嗰一支鏡，如果唔係變焦鏡嘅話呢，會出現一個問題，就係你用呢部相機只可以用單一焦距影相，冇其他嘅選擇。不過我有另一種睇法，用一支光學品質唔錯嘅定焦鏡拍攝，會令你張相更加 sharp 同埋清。雖然定焦鏡冇得變焦，但係能夠透過你不停咁樣走位，調校唔同嘅角度去影你心目中嘅嗰張相。好多時我哋會依賴變焦鏡頭嘅方便，就忽略咗喺唔同角度同埋位置拍攝。呢部相機可以令你培養一個好好嘅攝影習慣，經常去揾唔同嘅位置，行遠啲又或者行近去嘗試唔同嘅構圖。養成呢個習慣之後，當你再用唔同相機同埋唔同焦距鏡頭嘅時候，你就會有更大嘅發揮空間。如果用萬零蚊買一部 APS-C 相機，最新一代嘅 X100V， 用嚟做街拍又或者影日常生活照，性價比可能冇咁高。我買 X100F 嘅二手價錢大概係5000零蚊左右，我相信而家唔會再有新機㗎喇。大家用一個二手價錢5000至6000蚊就可以買到一部質素唔錯、配搭一支大光圈鏡頭嘅 APS-C 相機，其實性價比真係好高。不過大家買呢部二手相機嗰陣時候咧就要留意，因為去到2023年呢部相機嘅保養應該全部都過晒。我呢部相機嘅手動對焦同埋 EVF 已經壞咗，我問過富士維修部，維修費大概要4000零蚊，所以大家真係要檢查清楚部相機先至好買。如果唔係，維修費都應該幾金下。雖然呢部機喺日常使用同埋操作上嘅體驗係幾好，但仍然有唔少嘅地方係需要改進。呢部相機始終喺2017年出品，用咗第3代富士晶片，所以佢喺對焦速度又或者連拍速度上呢，真係有啲慢。用佢街拍嘅話，喺對焦速度同埋連拍速度上面，雖然都算合格啦，但係當然就越快越準越好啦。仲有呢支固定喺相機嘅定焦鏡頭，全開光圈嘅話呢，會有啲鬆散同埋有啲朦，呢個都係需要改進嘅地方。喺機身方面，手柄嘅位置呢，可以做得突出翻少少，令到用家拎起部相機嗰陣呢，個手感更加好。另外呢個曝光補償嘅轉盤，如果可以轉做自定義嘅話呢，就更加方便，因為唔係所有用家都需要曝光補償呢個功能噶嘛。最後如果可以變成一個多角度嘅反芒呢，就更加好，方便我哋呢啲成日高炒低炒拍攝嘅用家。富士喺3年前，即係2020年喺 X100 系列咧出咗一部新機，就係 X100V。雖然呢部相機針對 X100F 嘅缺點有唔少嘅改進啦，但係我覺得分別都唔算好大，所以就冇換相機嘅意欲。X100V 用咗第4代晶片，所以喺像素、對焦速度、連拍速度上都係好過 X100F， 但係其實兩者嘅分別又唔係真係咁大。X100V 嘅鏡頭喺全開2光圈之下呢，都係非常之 sharp 嘅。不過我覺得2光圈同埋 2.8 光圈嘅分別唔算太大，所以我唔會為呢支全新嘅定焦鏡而買 X100V。講到呢兩部機之間最大嘅分別呢，就係 X100V 轉用咗 touch screen， 而呢一個 mon 呢係可以調節角度嘅。
呢個改進的確令我有一啲心動嘅，因為作為一個經常捐窿捐罅、擒高擒低影相嘅人，又或者對住迎面嚟嘅人想影一啲近照，呢一個多角度嘅 mon 咧，對用家嚟講就真係非常之方便。佢嘅 touchscreen 其實可有可無都得，可能係我唔習慣或者好少用 touchscreen 去控制相機。其實撳粒掣或者轉一轉個轉盤就已經搞掂。另外仲有 ISO 呢個轉盤可以拎上嚟固定，慢慢調校呢一個小細節。不過我覺得最新一代同埋上一代嘅相機分別唔係咁顯著，所以我對 X100V 嘅興趣唔係咁大，到而家都係 keep 住用 X100F。攝影上最基本嘅功能，你都可以喺呢部相機度揾到。呢部相機簡潔、簡單直覺嘅操控性，都可以令你全程投入喺攝影創作當中。而且佢嘅大細重量都會令你好願意帶佢出街影相。以上嘅特點令到呢部相機真係可以重新燃點起你對攝影嘅熱情，又或者係一件好好嘅小工具、玩具 whatever， 引導你進入攝影呢一個興趣。喺而家買一部好啲嘅手提電話，閒閒地都要5-6千蚊嘅年代，我覺得用5000至6000蚊入手一部光學質素唔差、做工精細、紮實嘅二手相機，可以好輕鬆咁樣帶佢出街影相，又可以放喺屋企當係擺設嘅相機，真係相當之抵玩。無論你去街拍、去旅行、行山，又或者影一啲日常生活照，都係非常之啱。喺2023年，我覺得 X100F 仍然係一部相當唔錯，而且值得你入手嘅 APS-C 相機。呢條片講到呢度，有機會再見。